Hello，有人吗？调一下声音。看一下我的设置。我有声音吗，家人们？我换了电脑，不知道设备这个会不会要重新调一下？喂，我有声音吗？摩西。喂，好像有声音。晚上好呀，声音会不会太小了？我这个耳返好小啊。我听一下耳返。喂，啊，没听见。我看一下是哪儿不对劲。高起。喂，哇，这个声音增强的好多。直播质量，哎，不应该啊。哦，听见了吗？太好了。看一下还有几分钟，我去把我的桌子收拾一下。然后今天用到的参考我等下发吧。
个歌好像以前是可以听到的，我们听听歌到半点吧。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先在这个公屏上打出来，等一下我们讲课的时候可以顺便多讲一点。哦，太好了，会不会太大或者太小了？刚好，好的，好的。宝宝们晚上好呀。看一下，等一下我可能要对着文档讲一下一些东西，我看一下我的文档能不能看见。哦，半点了，半点了，那我们就开始了哟。我先看一下能不能看见，看不见我就拿电脑播一下。啊，把声音关关。我怎么都在加带中？我直接拿电脑吧，就等一下再用平板。看一下我电脑上应该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好，屏幕共享到我的电脑。好的，我们今天先讲一下我们的流程吧。第一个是找参考，然后是一些可能的联想，这个我们就下期讲，因为有一点复杂。第一期我们第一节课我们讲简单一点，然后是找完参考，我们去画这个草稿。草稿的话，我们先画人体，从这个火柴人体块，然后给它细化一下，然后画头发、衣服，然后加小物，然后把配色给它配一下，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流程。我看一下，这个好像可以把大家的那个公屏给贴上来，但是我忘记放哪儿了，看一下。稍等，稍等。哦，好了，我把这个互动区给它贴出来了。然后第一个是找参考，这个也是我们一期的一个老图了哈。啊，因为确实参考的网站都是这几个没有变过。我们第一个是一个 Pinterest 啊，但是它是一个要魔法的网站，它就是一个什么都可以找的。比如说我们找这个动作啊、衣服、小物啊，都是可以找的。但它的中国元素不是很好搜。它的优点就是关联的功能很好用，比如你搜到一个东西，这是一期的一个小狗，我搜了一个小狗之后，它会在边上，给你一个更多的一个差不多的小狗，就像这样找到一张就会给你一个很多就差不多的一个参考。这个是找了一个饮品，然后它给我找到了更多这样一个蓝色的饮品，它这个关联功能非常的好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红薯，这个也是都可以搜啊。它的优点就是非常好看，而且就我们画画人去搜的话，它会给你，它会推就用户更喜欢的东西。所以我们画画的去搜的话，它会更多的推一个就是更适合画画参考的。这个是公开课的时候那个水波的天使环的灵感来源。搜的时候就感觉哇，真的很像一个小光环。然后第三个的话，第四个就是这个，等一下，第三个、第四个就是某宝和某多多，这个的话就比较好找一些衣服还有小物。然后某多多的话，大家偶尔刷的时候会不会看到一些就是义乌很好看、很有创意的工艺品？这个的话刷到可以
就是存一下。然后它的优点就是你赛博逛街的时候可以收集一些小灵感，可以看到我的这个公开辐射也是某多推的一些小东西，然后从它衍生出来的一个衣服。然后这个是某宝，当时随手一截，然后就有很多参考。这里是一个花朵的蝴蝶结，这个除了鞋上还可以贴身上之类的，比如说胸口头上都可以。然后花苞裙就是一个版型嘛，动物手环就都可以用，叔叔包就一个动物包嘛，也是都可以用。然后上环、腿环这些都是呃一些可以用的小装饰。好，参考平台我们就说完了，然后我们应该找什么参考？需要找的，我一般会找这个动作，然后基础版型。如果你比较了解它这个版型的话，可以就是凭印象的话，如果你不了解的话，一定要找参考。这个是我根据田园的一个刻板印象，然后找的这个花边衬衫、围裙和半身裙。然后第三个是小物，小物的话，等一下我们画小物的时候讲这个东西。小物就是衣服的装饰，比如说什么帽子、腿套、包包之类的。然后第四个是元素，元素的话就是你这个欧系的一些锚点啊，比如说这个草莓、什么小羊之类的这样一个元素，我们需要去找一个它的实物图来作为参考。如果你是直接凭空画的话，是很有可能画歪的啊，可能就是自己在那里磨，然后越画越不好看，其实就是没有找参考。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一些元素，这个也是后面再讲。如果你是稿件的话，可以就整理出单组的需求，然后给它画一点这个小截面画在边上，到时候比较好用。这个联想这些我们也是等一会儿再讲。好，那我们就开始画草稿。我把这个窗口调一下，看一下我的画布。然后我们17课的时候是2048×2048嘛，这是 Procreate 它的一个方形。我们点这个右上角，哎，我的鼠标怎么不给我显示了？哦，有了。可以看到这里这个加号，我们就新建画布。我们17课的时候是2048，然后我到现在已经是4000×4000了，但是我们先用这个来新建，就这个方形2048×2048。哎，这个画面是不是卡了？哦，好了，我们先画一个圆，哦，我等一下把笔刷也给发群里，因为我用这个4000×4000了之后，把这个笔刷的左边这个预设给调了一下。我们先画一个圆，然后可能画不了那么圆的，然后不知道多大的宝宝可以用这个什么19号伪装版给它拉到最大，然后给它点出来。这是为什么我要先用2048，因为4000的时候它又点不了这个和差不多的圆了。然后这个是作为一个头，然后我们把它调到4000，这里就是一个小功能哈，我们讲一下。我们先点左上角这个扳手，然后点画布，裁剪并调整大小，点这里，然后右上角的设置点一下，把这个链接给它练一下，这样我们等一下的比例就是一样的。然后画布重新取样也勾一下，这个就是和其他软件的那个画像大小是一样的功能，就是我们放大了之后，你的画也会跟着放大。我们把它改成4000，好，完成。主要是这个19号的笔它已经调不到最大了，我们就用这个笨办法给它调一下。啊，卡出去了，坏了，软件有问题吗？这个
我把这个新的笔刷给分享一下。新的笔刷就是比较适配这个4000×4000的画布，大家稍等。找一下群，然后是一个看看是动作的参考也发到群里。好，然后我们点开这个小扳手，点这个参考给它打开一下，然后点画像，点导入图像，把这个照片给它贴进来。这是我们的一个动作参考，好，给它放在左上角。如果是画了一个点的宝宝呢，我们可以，等一下，我先擦掉这个，点右边这个2个方框，它是一个图层的功能。这个右上角给它点加号，我们可以新建一个图层，然后把下面这个图层的透明度调低。这个 N 点一下，然后上面就可以调它的透明度。调低了之后，我们在上面的这个图层给它勾一下，勾一个圆出来。我们用这个草稿勾线1哈，然后最上面的这个拿来画草稿，我们直接给它画一个圆，这样就不用想到底有多大了。然后我们右滑，点这个右滑不是朝左滑，我老是想成我是从右边过来的，我们是朝左滑，删掉。这个是我们的头哈，给它放上面一点。然后我们开始画火柴人，先画脖子。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小 Q 版它没有看到脖子哈，我们就直接画一个正的吧，直接竖着下来。然后可以看到它肩膀是有一点朝这里斜的，我们给它稍微斜一点点，这样画一个肩膀的一条线。然后这个线再下来是它的一个脊椎。然后我们这里的话是一个那个胸腔、腰还有这个屁股的部分嘛。我们要怎么去想它的一个长度呢？我的比例的话，我个人的比例一般是2个头。我个人一般是2个头，应该比2个头大一点点。然后我们给它画一下这胸腔这里的一条线。等一下我们要这样给它连过来。然后是胯部的这条线，这里画错了其实也没有关系哈，我们后面可以给它页一下。等一下这里就是个裆部。我们现在画那个肩膀和大腿根的那个关节，大腿根在这儿，我们画2个圆圈，然后代表它的肩膀、大腿根，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画这个腿和手臂。我们观察一下这个参考图，可以看到它是有一点朝右下的这个一个角度的，我们也这样跟着它往右下走一下。然后膝盖也是一个关节，我们打一个圆，然后它的腿是往左下。这里的话它是有一点点透视，但是我们第一节课就直接给它画成没有透视吧。然后另一只，这是有一点点斜，是比较直的，跟着它画下来。
如果感觉超出画布了的话，我们就点这个，这个叫小箭头，点一下，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放大缩小。我们选这个等比，给它拉小一点。好，这样我们继续画角。角的话，我一般是画一个鱼，然后封顶。我们给它画一下。好，正面的话就正着的鱼哈，然后它的侧着的话就这样的一个鱼，就我们省略掉了这个角后跟，我们后面再加上去。我们画的时候注意一下，抬起来这个角是要比另一只角高一点的。然后画这个手，我们先把胸腔这里连一下。好，它这样两个梯形，它是。然后是手臂，手臂的话，我们要注意一个点，就是它的这个叫胳膊，它是在腰的边上。大家把这个手放下来，等一下，大家把手放下来，是不是感觉这个胳膊是抵着你的腰的？我们就是以这个为基准来判断手到底有多长，这个手臂。然后上臂下臂差不多嘛，我们就画了之后，然后画手，手我一般是2个三角形啊，或者说一个梯形，一个三角形，再加一个三角形啊。这一块的话，它就是手掌，然后2个三角形，它就是把手掌给忽略了，因为我们是草稿嘛，反正就是有这样一个东西就行了，它大概的一个姿势有就行。然后是右边的这个手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的上臂是比较靠身体的，就是这个角度比较靠身体。然后它的小臂是往外边伸一些的，有没有发现？这个是要大一些的。就这个角度的话，我们如果找参考来画动作，可以注意一下，因为我们自己凭空画的话，可能会画的很奇怪嘛。但是，找参考，他们肯定是摆了比较好看的姿势，所以我们就可以参考一下它这些。然后这个捏着的拳头，我会这样表示，它就是一个稍等。一个这种姿势的一个简化。我把边上这些给擦一下。我们这里，火柴人师的准则就是胳膊在腰边上，然后这个腿要比手臂要长一些，然后小腿可以比大腿长一些，这样看起来会好看一点。然后我们确定没有什么问题了之后，就可以加体块了。哦，还有就是你的左右手臂要一样长，不要一长一短。看到这里就有一点点伸出去了它。然后指尖的话是在大腿的1/2往上一点。好，我们确定好之后就开始加体块。加体块我一般是直接在这个图层上加，把这个擦一下。这个没有记住的宝宝也不用担心，我备课的时候是写了标注的，到时候上完课给大家发到群里。然后加体块的话，我们先从脖子是一个圆柱体，
这里给它画2条线下来，然后肩膀的话，它是斜着的2条线，可以看到这里有点耸肩了，我们把这个移下面一点。然后我们是有一个腋窝的感觉嘛，就是这里。但是我们这个梯形是不是就确定不了它在哪儿呢？其实我们胸腔就是这个脖子到胸腔这里，它是一个其实还要切一个角，它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形状。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连体内衣，就从这个脖子边上一点点，然后往下到这个腋窝这里。然后我们再去画肩膀会好画一些。然后手臂也是圆柱体，然后中间关节就是球形，这样去给它搭出来。以及这里腰画的有点高了，下一点。另一只手臂也是一样的处理方法。我把这个颜色往边上调一点呢。好，然后是裆部。裆部的话就把这里连起来就好。然后画大腿。大腿的话，它是上面大，下面小，然后因为腿根这里有一点肉，所以它上面也是稍微有一点往内收的。但我建议还是，就是零基础的宝宝可以画筷子腿，筷子腿的话一般不会出错。然后膝盖也是一个球形。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张的有点太开了，这个胯下。修一下。然后的话，小腿它是这样的一个圆柱，这里要大一点，在它的1/3处，因为我们的小腿肚它是有肉的，然后前面的话它是骨头，没有肉，所以侧着的话，我们只需要把后面给画凸一点就可以了。可以看到这个角有点小，给它画大一点点。稍等，我看一下我的文档有没有讲漏的。好，就是这些。然后我们下一个阶段就是把火柴人擦掉，然后边擦边调整。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火柴人的线条是以火柴人的线条为基准，但是现在我们擦掉之后的话，我们是以刚才画的那个轮廓为基准了。这时候我们可能会就是有一些错误的地方需要调整一下。可以看到这个肩膀有一点太连着了。我们在画这里的时候，可以把锁骨给它加一下。锁骨就是这个肩膀的，就是肩膀的这个球
的这个边缘，然后再往内，这样的一个感觉。再给它擦一下。手臂的话，我们这里可以给它凹一下。可以看到我们的盆骨有一点往外，我们先擦掉这个火柴人。我们来检查一下腿会不会太粗，如果太粗的话，我们就给它液化一下。液化的功能在这个小扳手，哦，不对，不在小扳手，在这个调整这个小魔棒这里有一个液化，在倒数第2排，我们给它液一下，给它往里推。好，包括这些角度不对的，也可以给它推一下。总之就是用火柴人10的那几个准则来调整。这些毛边我也给它修一下。其实自己画草稿的时候倒是不用这么细，就是看着还行就可以了。因为等一下画衣服的时候都遮完了。在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锁骨上面给连一下，就它的这个小弯弯，从你的这个连接处给它往下画一个线，这个不要画太死，给它画短一点。然后是膝盖，膝盖的话我一般是这样画，就这个斜一点，然后再竖一点。为什么呢？因为膝盖它上面它大概是这样，有2块骨头给它组成的，所以它这里会有点凹陷。但不会画的话，直接画个倒八也没有关系哈，就直接这样画个倒八。但我们不要画的太小了，画太小了没有这么小的膝盖哈。如果这个也不太好画的话，我们可以直接打个腮红就好。我们可以把这个脚踝这些给它画一个弯弯。这个弯弯是拿来干什么？就是表示这个腿是在它的上面的，这里遮住了它的一个这叫脚踝的那里。然后是肚脐，肚脐可画可不画吧，拿来等一下衣服的时候定位的画衣服的时候。然后是胸腔，这个可以给它画一下，画2根线。我们再来看一下，然后这里一般，我会掖一下这个小腿。小腿我老是画的比较短，所以我会把膝盖给掖的到上面一点点。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没有听清楚的功能，就不知道功能在哪儿，可以公屏上问一下我，因为我可能就讲着讲着就顺便就掏出来了。
这个也是有一点点太往上了。其实都还好，都还好，反正画了衣服都会遮住。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手和脚吧。脚的话，到这里我一般会把这个鱼给它加一个脚后跟儿，所以约等于是一个这样的东西。我一般会在这里给它加一个脚后跟儿。然后它越到正面的话，这个小三角形就越窄，就是这个小三角。手的话，这个手也是比较常用的，我一般会给它画成什么样呢？就是，我先把手掌画出来，手掌还有大拇指的根。一般来说，我会画，这样先一个食指，然后一个弯着的中指，然后后面就随便画一下。然后这里有一个那个，和大拇指连接处的那个弯弯，然后把这个关节处给它打个弯弯的小点，给它折一下。其实这个手等一下会遮住，是不用画的，这个是不用画的。然后这只手的话，给它擦一下。啊，卡了吗？我看看，哎，恢复了。刚才卡在哪儿了？脚后跟前面，天热卡这么多。欢迎欢迎，脚后跟的话，我就是把前面的鱼啊，这里已经画了个标注，给它加一个三角，这鱼加一个弯弯的三角做一个脚后跟儿，就是它大概是一个脚的这样的一个形状。然后手的话，我再讲一遍吧。这个是比较常用的一个手，我一般会先画一个梯形，然后边上一个小三角，然后我们分出这个食指的位置。如果不太好定位的话，我们可以先画几个圈，定位一下我们手指的位置和食指。我一般的话就是只画最下面那个关节，然后还有上面的，上面两根是合起来的，这样。然后中指的话是稍微抬高一点点，然后往下弯。后面的话也是跟着弯，到小手指就有点看不见了。然后是大拇指，我们先从这里食指的下面有一个连接大拇指的一个弯弯，给它画上，然后画大拇指的两个关节。然后我们可以注意这个大拇指它对过来是食指的这里，这个第二个这个叫关节嘛，第二个的这里，这样我们就可以判断我们的大拇指的指尖应该画在哪儿，然后它的上面可以给它画这个小小的弯弯，因为我们有那个小骨头在这里。这就是我常用的一个放下来的手的一个画法。然后是这个握拳的手，我先画一下，我先酝酿一下。好，这个的话，我一般是先画一个小手指肚，这个小拇指的指肚，
就手掌的那个地方，然后上面画那个小手指，然后弯下来，这里画一个 Y，大概就是可以看到这里是小拇指的3个关节，然后画一个 Y，这样的话它看起来都是蜷起来的，然后再在它的上面画它的另外这个关节，就这样画点小波浪。然后这个得修一下，画了之后得修一下。我的这个部分一般就是这样画，好，然后给它加上去。有点抽象，没有关系，反正我们还只是草稿，到时候线稿的时候再讲仔细一点。这个太粗了的，我们就给它推一下。好，然后我们开始检查，我们要检查一些什么东西呢？我们一个要检查的是角度，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角度和这个参考图有没有变化。比如说这里，如果你已经画的太正了，可以给它画的歪一点。其实我这里没有特别正，如果画的太正了，可以给它歪一点，或者说你已经朝左边了的话，给它歪回来。然后第二个我们要检查的是，想想，那叫粗细。粗细的话就是看，你的这个左腿右腿啊，会不会一个粗一个细，然后会不会腿太粗和这个手臂已经都不是很搭了，这样的一个粗细。我们给它推小一点。可以看到这个手的角度已经和参考图上不太一样，给它转一下。他手好像不是我这样的，看一下呢。就这样差不多。实在不行，等一下画一个那个，叫手环，可以就是这样的东西，可以给它遮一下。好，我再看一下有没有讲掉的。我们可以进入下一个部分了。下一个部分的话，我们打开这个图层，新建。我把这些标注先给挪掉。也是用最开始的那个讲到的方法，我们点这个 N， 这个 N 的话是它的图层模式，我们点开就可以调整图层的下面的这些模式，还有不透明度。我们把不透明度拉低，然后我们等一下去画脸。我们刚才新建的图层点一下，然后在这个上面画脸。我们画脸的时候的话，不要根据这个圆圈来哈，我们是根据这个脖子为基准的。我们先画一个十字，就是用来表示它的一个脸到底是哪个方向。我们这次画正面，
所以画一个这样的。作业是要画的一模一样，还是大致主题一样？是大致主题一样就可以的。然后这次的主题和上次好像，就是有点差别，可以打卡的那个可以问一下班主任。然后，你画的完全不一样的话，我也是会改的，只是打卡可能要和主题沾边才可以打卡。好，然后我们画完十字架，来画这个脸的轮廓。我们先画这个比较这角度没有那么斜的，这个的话是眼睛边上的那种比较平缓的一个线条，然后往内收，这样弯一下，然后往内收。如果你觉得不对劲的话，可以掖一下。比如说我这里感觉脸有点大了，我给它把这个边边掖一下。然后这十字架往下一点吧，因为一般来说我们脸是占这个半个头是吧？眼睛往下一点的话会萌一些，可能有自拍加成吧。总之我脸画的不太好看的时候，我就把脸往下移。我们看一下这个脸会不会不太合适，可以看到有点小了，我们给它放大一点。这里的话，我们要对准的是脖子哈。我们这个上面的球可能有些时候是会画歪的，所以我们不去对上面的球，只是把这个球作为一个人体大小的一个基准。感觉上是在这个位置了。然后我们再把这个透明度调低。然后新建图层，我们来画眼睛。眼睛的话，我会先画两个弯弯，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弯弯画在哪儿了？我们大家知道这个三庭五眼嘛？五眼就是比如说这是一个脸，哎，有点憨，管他的呢。就是你的眼距，你的眼距是一只眼睛的距离，然后这个眼睛到外面的这里也是一个眼睛的距离，这个就是五眼，相当于你的这一块是5个眼睛的长度。这里我们要遵循的就是中间这个眼距，眼距是差不多一个眼睛的距离。我们遵循这个准则，然后边上的话，我们可以让它窄一点，因为等一下我们要画头发嘛。我们现在都比较头包脸，所以谁知道你外面就有多大呢？没有关系是吧？画一个这个弯弯，然后里面也可以稍微窄一点。总之就是要给它留一个差不多一个眼睛的距离，然后我们再画一个鱼，给它作为眼珠。我们画正面的话，可以稍微斗鸡眼一点。反正不要往外画嘛，我们斗鸡眼至少是朝中间在看的。这样画一个鱼，可以看到我是把这个里边给它画的比较靠中间。看了一下电脑上，感觉这个有点往外，给它调一下。然后画这个鼻子、嘴巴、眉毛。鼻子的话，在眼底的下面一点点，这里眼底，然后下面一点点，在这儿。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脸已经不是很适合我们了，没有关系，等一下我们画完这个之后才有一个更好的基准去调。然后嘴巴的话是鼻子到下巴的1/2，我一般是画在这里。那这里我就直接先画一条线，等一下再改表情。眉毛的话，这个比较灵活，因为它高低是比较吃那个就是性格呀，那个表情之类的，它都会影响。我们这种大眼睛的话，一般眉毛就是一只眼的高度或者半只眼，一般就是这个高度都是差不多的。当然，如果你是御姐的话，可能就是在这个位置了。我们大眼睛差不多就是一只眼到半只眼的高度。我一般是画这个八字眉。好，然后我们去细化一下眼睛。细化眼睛怎么细？也不算细化眼睛吧，就是把它的细节加上。我们现在是这样，我一般是给它扎一个尖尖，就2个弯加一个尖尖，这样的一个上面的一个睫毛。然后第2个常用的就是在下面画3个波浪，代表这个往下的睫毛。我一般就用这2种，然后给它画一个双眼皮，加高光。高光的话，我们因为画的是正面嘛，正面我一般是这样一个圈，然后再一个球，一个椭圆，一个球。这个是侧面的，侧面也是一个圆一个球，但是它会就遮住一点。好，我们给它画上去，边上画一个尖尖，然后把里面给它连上，再画一下高光。这个高光真的很好用，你就不用想高光画在哪儿了，因为它太大了，只有这个位置可以画。然后双眼皮画一下，你也可以画一点下眼睫毛。好，我们这个脸就有了，我们可以给它掖一下。可以看到有了脸之后，是不是感觉这个我们的轮廓有点不对？因为我们的脸蛋肯定是在这个眼睛下面的嘛。我们有了脸之后，就有这个基准了，把这个给它拉下来就行。这个脸蛋是在眼底的下面一丢丢。大家可以摸一下自己的脸，就是你的眼睛下面其实是这个颧骨，但是因为我们的脸画的脸比较 Q， 所以我们把颧骨和这个脸蛋是混在一起的。然后我平时会画一点小横线，这个横线的话，其实有个作用就是让你可以把这个脸蛋的位置可以给它这样，你就知道脸蛋在哪儿了，大概就在这个位置是吧？画了线条，画了2条线，它又可以当腮红，又可以给你定位。这里我们可以这个水平翻转一下，我有点不敢水平翻转，不是特别歪，但是其实我们如果在这里把它掖正的话，到正面其实也是比较歪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眼是就是从左到右看嘛，我记得当时看的一个科普是，所以我们在这个水平翻转之后掖了再翻回去，它可能会变怪。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一点鼓，我一般会再把这个感觉有点奇怪的掖回去。
这样翻转2次。好，然后我们下一步，这里可以改一下嘴巴，这可以改个猫猫嘴，或者说开心一点，小三角。然后下一步我看一下，下一步是画头发。头发的话，我们先画发片。我还是把这个整理一下。我们先把这个脸整理一下，把这个十字架擦掉。然后它下面的这个在脸上糊的太多了，我们也是给它擦一点，把下巴给擦掉。我们可以把这个脸和轮廓给它合并一下。然后我们画下一个东西的时候，也是把这个脸透明度拉低。然后在一个新图层上面，这里我一般会换一个颜色，就是朝往紫这边拉，因为越往紫感觉它越明显一点。我们开始画这个发片，发片的话从刘海开始。我的这个比例的话，一般这个圆圈的这里就是发旋，如果你实在找不到的话，可以从这个眼睛这里。眼睛到下巴这样一个距离，然后我们从这个眉毛打车出去，这样一个距离，差不多也是。当然，这个是我自己一个比例的，就可以用的。就大家如果有自己的常用的比例的话，可能不太适用。好，我们先从发旋这里弯弯的画一个刘海下来，我们就画最普遍的那种 M 字刘海。然后在这个眉毛的上面，这里画一个往两边的。我发现就是这种 M 字刘海和刘海，不是这个 M 字刘海和眉毛这样交叉起来，这个长度是比较好看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画。然后从这个头顶也是弯弯的画下来。因为我们的头是一个球体嘛，我们是把头发覆盖在球体上面的，所以不要画得太直线。这样的一个 M 字刘海，然后下面一个鬓发。鬓发的话就是一个长条加一个弯弯嘛，一般画到这个脸或者下巴上面，直接给它画一个发片。然后下面的是一个长鬓发，也是一个长条加一个弯弯。好，这个就是一个前面的一个发片，然后的话，我们来画头顶的一些东西。这个螳螂窝，我们在这里画一个脉脉，画一个 M，从发旋开始。这个也是给它往外扩一点，让它看起来比较蓬松。好，这样我们就平地起高楼，有了一个高楼顶。如果你感觉就不太对劲的话，就可以用液化推一下，这样的话比你这个擦掉手画要快一些。然后我们再把上面封顶，这里封起来。然后我们头型一般的话，我一般是这样的，
一个梨花头的感觉。我一般会从眼睛啊、脸蛋这里给它蓬出去，然后头顶也是要稍微的往上一点，就这些往上一点。我们缩小看看有没有这个太贴头皮，太贴头皮的话，我们就往上推一下。然后我们来画下面的头发，就是身后的这些头发的一个发片。我一般的话是直接用线条把它的方向给画出来，我是画这种波浪线，不规则的波浪线，从这里画一个披发。这个的话可以狂草一点，然后我们最好设定一个风向，比如说我朝这边吹，然后我们的头发会有一些飘到上边来。我们画一下主要的几根发片的方向，然后可以穿插一条过来，这样会好看一点。上面这个也是可以，觉得有点怪的话可以调一下。好，大概就是发片的一个感觉了。然后我们添加这个头发的一些细节，我们先来画刘海。刘海的话，一般来说就是在它的上面加一个发片，这样给它过来，这里给它做一个在上面的发片，我们就是画一个斜线，再画一个斜的，边上给它画2个线。很多老师都是这样分层的，这样的话，它的上面这里就是最上边，这里是中层，这里是最下层，这样我们前中后3块不一样区域的发片就都有了。然后是边上的一些发尾，发尾我一般会这样画3个。就是这样，一个朝上翘，一个往下边一点点，一个是完全朝下的。然后这个也是有一个631准则，就是这个它有一个发丝是比较大的，然后一个稍微小一点，然后这个超级细，这样一个631的准则，这样画出来会稍微好看一点。把这个发梢画一下。这个也是可以，心电图层再去画的，没有心电图层也没关系，我们边画边擦一下就行。然后螳螂窝，螳螂窝的话，它是一个从这里盖下来的嘛，所以我们先把螳螂窝这里弄了。螳螂窝就是这里再画一个窄一点的 M。然后给它连接上发旋，从这个发旋往外，这样的话有一种头发给它撑起来的感觉，这样的一个转折。然后把发梢就是用刚才的这个公式给它画一下。
这种太大一片的空白的地方，我们把这个发片给它连接上去，用线条给它连接上去。然后下面的也是给它画一下发梢。然后是发片，发片我们先来就是这种长发片，我们先知道它的一个原理，它就相当于一个长布条，然后给它扭曲，扭曲之后的话，它是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我们要注意中间的这条线，这条线很重要。我画发片的话，有一个很简单的公式，就是画很多小月亮，就是一个正的，一个反的，然后再一个正的，这样给它连起来。然后我们用来连接的就是中间这个线条。然后中间的话，我们是可以画一些线，给它细化一下，让它看起来有一个头发的感觉。然后末端的时候，就给它画一点发丝。这个就是我画发片的一个规律。如果你是直发的话，就把这个月亮拉长一点；如果你是卷发，就给它窄一点。或者说直接画那种罗马卷了。好，我们在这个头发上面画一下。头发上面的话，就是在这个它的这里的一面，然后反面的一面给它加上线条，这样它就变成了一个小布条的状态，这样一个扭曲的状态。就这样给它慢慢的加。我们要注意这里不要变成一个点哈，变成一个点的话，我们就成一个纸片了。我们把主要的这几个发片给它画一下。这也是自由度比较高的，比如说这里我应该画这边了嘛，但我也可以从这边画过来。只要它有一个，这哪一块是在上面的，哪一块是在下面的，只要分清楚了就没有问题。好，这里我就自己狂草一下了。可以看到我自己狂草的时候也是完全用那个月亮在扭的。哦，对了，我们头发是从这里长出来的哦，记得要这样连接，不要画到别的地方。头发可以穿插一下。
然后发尾，我等一下讲一下发尾怎么画。就我们这个，这几块主要的发片，它没有把那个我们后面更多的头发给画出来嘛。我一般头发的底部是这样，两个正的，一个反的这样画，就像这样。然后这个反的呢，它要稍微长一点点。我们下面的话，它就不会太平，就有一种死板的感觉。我一般就是按这个准则在画。然后草稿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往上，这个发尾往上它是怎么长的，你可以就构思一下，给它弄上去，不然勾线的时候会很麻烦。我们从这里给它长回去。这个的话不用画的太仔细，反正有那个，就有这个线条，你知道方向就可以了。头发的话，感觉方向不太对，就给它小叶一下。比如说你画的飘的不够高，我们也可以就是往上面旋转一下，或者给它推一下。头发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哦，我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梯形的，就像这一条，这个梯形，然后它的下面一个反的，然后上面一个反的。这也是狂草的时候可能会画出来的一个形态。好，我把标注给挪开一下，然后我们等一下去画基础版型。把头发透明度拉低，然后我们新的图层画这个基础版型。基础版型的话，我们最开始写的是这个花边衬衫，我们可以先就会画这个简笔画的宝宝可以先在边上就把那个想画的小衣服的简笔画出来。想的是一个花边衬衫，然后半身裙，一个围裙，然后给它穿上去就可以了。怎么穿呢？我们先看它的一个形状。这个的话，我是找哎，怎么又被暂停了？哦，恢复了，恢复了。哎，怎么它老是被暂停啊？哦，又好了。这个我也是找了一点点参考，就给不太了解这个的宝宝看的。看一下发到群里。
当然这个仅供参考哈，只参考一下它的轮廓，它的其他东西再参考就过度参考了，宝子们。我们给它穿上去，这个是我从那些里面提取的一个简笔的一个东西，它的一个领子是比较方形的，给它穿上去，根据这个人体，我们领口可以给它画一点厚度，厚度的话就是上面给它还多了一条线，让它显得这个衣服是有一点这么厚的。好，我们先画这个小梯形，给它画上去，然后画波浪线。我们要根据这个人体来画哈，因为这个是有一点，它不是特别的正，给它往这边来一点，不然到时候可能人是往一边歪的，衣服是往另一边歪的，就尴尬了。然后是它的扣子的一个地方，我们画两条直线下来，然后是一个身体边上画两个扣子，然后这个画肩膀这儿，这里的话我一般会把这个腋下这里，它一般这里会有一根缝线嘛，画的时候会先把它画出来，然后下边是有一个花边，它的袖子是比较宽的，然后这种版型它一般就是这一块会宽一点，就靠近手的地方有一点那个灯笼袖的感觉。然后这个抬起来的手，我们它是有一点点透视哈，我们这里画凹一点，这个花边，然后在另一边它是有一个这样的，然后后面我们画一个往外的弧形的花边，然后也是一个往外一点点的灯笼袖，给它往外扩一点，然后画回来。然后是这个半身裙，半身裙的话，反正等一下有围裙，我们就找一个围裙的那个位置吧，围裙的腰的那个位置，画两根在这里。然后裙子是散开的，我们的参考图也是散开的裙子，这个可以参考一下。它这里手是遮住了的，我们往外，因为这个风是往左边吹的嘛，我们裙子也可以往左边一点。我们可以给它画一个，就是有裙底的那种，有裙底的最好画的就是它上面的这一层，你可以给它画稍微平一点，然后下面给它加一层。如果我们要画这种，就上面这个是往上的话，也可以画，但是这样的话围裙就不好画了，是吧？我们还要考虑围裙的透视，我们就画这个最简单的。然后我们注意一下这个两边会不会不一样长，不对的话就给它推一下。我们 Procreate 为数不多好用的功能狠狠的用。然后是围裙，围裙就是下面一个梯形嘛，
从这个腰带这里往下画一个梯形，然后画波浪线。等一下，感觉这个腰比较太正腰的话，我们可以给它往上提一点。我把上面这些遮住了，擦一下。然后是带子，2条竖线，然后从肩膀这里伸出去，然后波浪线画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会不会太正腰哈？我想给它往上一点。嫌腿长，谁懂？推，哎，到这里就差不多了。如果你感觉裙子没有吹起来的话，也是可以，就是用液画给它液上去的。就有些宝宝他可能不是很擅长，就画这样的线，你可以给它液上去。然后也是可以从这个裙边开始画波浪。OK，然后我们画这个，画个最万能的袜子和鞋子吧。我们跟着这个腿的方向来画。比如说我们腿是这个往下的嘛，然后袜子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腿是往上的，然后袜子这样的。一般来说，我们站着袜子都是往下的一个弯弯。然后在下面画一个横折，一个反着的横折，然后画这个波浪线，我们就是一个花边袜。这个鞋子的话，我一般从这个交接点画一个 U，我们跟着这个结构来画哈，画它的一个斜面，然后这边给它画下来，因为是侧面，所以我们把这里留的少一点，这里留的多一点。这边是一样的，画一个 U，然后我们把外面的这个鞋头勾一下，然后下面给它画这个鞋底，然后我们从这个脚后跟这里往下画，然后再给它折进去，稍微折一点点，然后再往下，这样给它往前面这里弯一下，再给它连上。把这个鞋头，我们等一下可以处理一下。鞋好像有点小，等一下放大一点。然后我们可以给它画一个鞋底。鞋底的话，我就是在它的下面画，我看一下怎么讲。鞋底就是跟着它勾，然后到这种太侧面的地方就会变窄。然后脚后跟的话就是一个折，然后这里一个竖，再给它折回去。有些时候这个太窄了的话，我就不画那根竖线了，不然看着好像那个鞋底偏出来了一样。哦，这个是比较正的那个线，等一下。
正的话，我们给它往中间靠一点，然后就只画最下面的这个鞋头的鞋底就可以了。后面的话，你给它稍微往外勾一点点就可以。然后画那个绑带，把这个太窄的给它往外拉一下，这个画的有点太短了，给它调一下形状。然后可以看到下面这个鞋底可以给它推回去一点，因为它是有透视的，这个鞋底在往我们更远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我们的衣服和裙子都是朝左边的一个方向，那么我们的这条腿是不是也可以就跟着它的一个趋势过去？这个也是我到二期悟了的一个东西，就是把这个腿给它往边上偏一下，虽然看着不太稳，但是它就会有一种那种飘起来的感觉。然后我们把这个头发给它往边上飘的话，它就有一种天使降临的感觉，脚尖着地。这样的话不用太稳，也是很好看。我们来选中多个图层，多个图层怎么选？我们朝右滑，可以看到它变成了一个蓝色的这个图层。然后我们找到这个人体的，也是往右滑，这样就选中了多个图层。我们再去点这个选择，这个用手绘把它的大腿和小腿分别的给它往边上一点，边上旋转一些。这样的话，我们就规避了参考过度，然后也可以就是有一点自己的那个东西。这里我把整个都给移一下。然后我们画褶皱，褶皱怎么画呢？我看一下我的，有一个小标注，我发现17课的那个这个标注不见了，不知道是不是被我删掉了。我把这个窗口改一下。好，就这样我画的一个小标注。褶皱的话，它一般就是一个，比如说这个布搭在了个钉子上，然后它因为重力的原因往下沉，它从这个支点往边上这样散开，然后这个是2个支点。这也不算2个支点吧，是一个长条的支点，然后多个支点，这个的话就和我们的那个围裙是一样的，因为围裙它是两边提起来的嘛，可以看到多个支点的话就会有线连接这2个支点，如果它松一些，这个弧线会更弯；如果它紧一些，就是这个线会比较直。啊，怎么还有新进群的宝宝？然后这个厚薄的，就是花边会用到的一个情况。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倒三角，等一下我会讲比较无脑的那种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一个原理，然后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挤压，可以看到我们的两个手臂往中间的时候，然后中间这里挤压出了一些褶皱啊，这种挤压出来的一般就是这样一个 M 的形状。好，然后我们回到这个画上面。我们根据刚才的这个原理，我们先把围裙画了吧。围裙的话，它的支点在这儿嘛，这两个是提起来的，然后是有一种这种断断续续的线，给它把两个支点连接起来。我一般画围裙的话，就是画这样一个弯，然后这边的支点往外的一个扩出去的一个线条。因为它这里的话，它如果有一块布在这，它是这样的嘛，就根据这个方向给它画两条线，然后这个支点也是一样的，但这边我就会画短一点。如果两边都画的差不多的话，就会有一点太碎了。我会一边多一点，一边少一点，这样去画。我们画的时候要想象一下，就是哪些部位是凹陷下去的，比如说这里，这里是凹的，可以先想象一下，或者说啊，这里是凹的，这里是凹的也是可以的，是吧？这个还是比较灵活，但是画的时候最好还是想一下。然后是花边，花边的话我有3种常用的，应该是3种吧。我画草稿的时候一般就是画一个这样反着的2，然后就完了。这样一个反着的2，如果长一点的话就是反着的2，然后一点斜线。这是我画草稿的花边。然后是比较工整的话，比如说这里，它是一个散开的嘛，这种我一般就会画成这样。记得把你的线条对准这个波浪线的里边这个点哦。这种比较工整的就用正三角这样的去画，然后会显得比较工整。然后木耳边的那种衣服的话，可以用这个倒三角。倒三角的话，它看起来就是这些地方把这3块给它挤压出来了，然后中间这个是凹陷，然后这种正三角的话就会觉得这个是散开的，这个是挤压的，不知道能不能悟到。我们可以画线稿的时候再好好讲一讲。然后我们来画这个花边。好，我们用这个正三角画一下，这种太空的就给它画一个小弯弯，或者说一个小斜线。裙边的话，我一般就画的比较潦草了。一般来说，就是这个反着的2和这个正三角还有斜线交替着用。只要这个线是对准了你的那个木耳边的这个点的就可以。上面这里我画一下。然后是衣服，衣服的话，袖口，我们看一下袖口，就
这里一个部位，我一般会画一个，也是画一个反二。想一下，怎么有一点思维紊乱了？总之就是一般会画这样一个折线，因为它这里是往里面收的嘛，我们就要给它体现出来。一般来说就画个2，然后再画一个斜线，就可以把它这个收紧的感觉表现出来。然后在这个这一块可能有阴影嘛，然后我们在这个靠近阴影的地方给它画一条线。好，我们给它把这些画上。的边边，然后还有这里是挤压的一个感觉，我们画一个 M，这里好像不太好画 M，因为遮住了，差不多在这个地方，我们直接从这里夹住的这里给它往上连接这里的一个支点。等一下，好像不太对，好像是这里拉扯的比较多吧？对吗？画的有点神志不清了，应该就是在这儿了。然后这边的话也是一样的。这个线条的话，是因为看一下，就它这里的一块布片，它在上面，我们给它就做一点，给它体现出它的一个上下关系的一个变化。然后裙子的话，就是我一般就直接从这个腰往外扩，这样画正的这个三角形，然后还有斜线，这样给它画上去，这样一个散开的。袜子的话，偶尔会在这个弯弯这里给它画几条线，就突出的这里，这个不画也没关系。以及这里怎么没有接上？好，OK，我们的基础版型差不多就是这样啦。如果衬衫也要画一点的话，也可以给它画一点这个，就是袖口挤压的一样的一个东西。哦，还有领口，领口的话和我的蝴蝶结是一个画法，就是画一个弯弯加一条这个水滴加一条线。和我的蝴蝶结是一个画法，因为它是把这个边上这两块给挤压出来了嘛，然后这里有一点阴影，这是挤压的，这里是阴影，所以我一般就会这样画。这是版型就这样，我把标注往外挪，然后我们就开始小雾啦。把颜色给调一下。
小物的话，我们可以先从元素来想。我往外找一下，是我之前备课的时候写的一些东西。这是我们这次用到的一些元素。可以看到我这里用到的一个方法就是，这些元素的不同的形态，比如说草莓，这个是一个草莓，然后这个是它的横截面，然后它开花的样子，然后它的叶子，开花和这个叶子的样子都是可以用在我们的小物上的。然后牛奶，我们有这个玻璃杯的牛奶，有牛奶盒，有酸奶。这种圆圆的，还有玻璃罐的这样一个牛奶。小羊的话有垂耳的，有立耳的，然后有它的羊蹄，可以画在身上，有一种就是小动物踩过的感觉。田园这个就是我的一些刻板印象，然后把它画了一些简笔画下来。然后这里也会用到一个我们文档里面的，就是叫无脑，非常无脑的一个小物结合法。我也是切一下屏。好，这个也是一期课讲过的，只是我翻画了一下。这应该切到了吧？好的，切到了。然后3个比较无脑的方法，就是比起直接放上去，我们给它做一点小小的一个加工，然后再放。第一个是做周边，第二个是给它动起来，第三个是做图案。然后具体的话，就是第一个做周边，比如说我们可以给它变成一个帽帽，或者说变成一个包包，直接就这个形状放上去。这个是变成了个杯杯。这种杯杯的话，虽然不是身上的东西，但是你可以作为一个小挂坠，或者说边上的一个小物给它加上去。然后第二个是动起来，动起来的话，植物一般就生长嘛，你可以缠在你的身上，或者说作为一个光环、一个腿环，或者说玻璃腿都是可以的。然后是动起来的话，这个小羊动起来，它就是哪里都可以放。比如说，它在抱着东西，它又可以抱着这个包包的袋子，可以抱着你的头发作为一个小发绳，或者说其他地方，反正都可以放。然后牛奶动起来，我是想到了一个牛奶往外倒。然后往外倒的话，我们发现了什么？这个牛奶有一点像一个长条的东西。我们思考一下长条的有什么？比如说那个头发包包带子之类的嘛。我想的是这个作为一个挂件，然后下面这个牛奶是那个包包的带子，然后第三个是做图案，这个是放在了一个格子布上面，这是就直接放上去的一个小刺绣。这个是把牛奶盒平铺了之后画在围裙上，这个我们就不过多展开了。第一节课我们就直接把想到的东西放上去就行，我们就不过多展开。这个就是我写的那些东西。然后我看一下小屋这边这个无脑装饰，就是你觉得哪些地方比较空就可以加这个。比如说你的裙子上面你感觉还有点空，就给它多加一层这种花边就行。这个是我给自己画的一个参考哈。然后我们就开始画吧。我看一下要不要把那个导出来呢？就是那个小东西的，这样看着会方便一点。
有一种小时候4399给他拖那个小装扮出来的感觉了。这里做一个正片叠底。好，然后我们做周边了。第一个做周边，然后我们有些时候可能大脑空空啊，我们到底可以做什么周边呢？没有关系，也是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小公式，我先截下来。就如果我真的什么都想不到的时候，这是我昨天画的一个想法啊。第一个就是没有想法的时候，直接搜元素的名字，可以看到这个边上我搜出来，搜草莓，它有一些草莓蛋糕，有草莓盆栽，什么夹子呀、信封、花束、包包、杯子啊，是不是突然就感觉能画的有很多了？然后如果你觉得就直接参考这个，万一过度参考了怎么办啊？可能我们胆小如鼠是吧？然后我们可以搜穿搭，看别人穿的是什么配饰，然后我们自己去结合。然后直接搜穿搭，可以看到里面的配饰有帽子、腿套、包包、玩偶，就是它挂在这个腿上的玩偶，然后腿环、挂件、扣子、围巾、项链啊，衣服边边，还有发卡这些啊，就和我们的元素结合一下，直接放上去就行了，可以画很多的东西。这个课程会讲小 Q 吗？哦，我想的是，我到时候可以就是画一个我的小 Q 的比例给大家画，就是有一些宝宝他可能正比跟不上，可以跟着我的小 Q 的比例来画。然后我的画法和小 Q 其实是差不多的。然后这个课主要还是讲正比，但我可能会就是给大家，做一个我的 Q 版的比例模板，可以拿来画。然后我们心电图层画这个小物。首先我们可以画的就是出现的小 Q 真的很萌啊，就是这个装饰边上的小 Q 吗？可是这个是随手画的，和我的小 Q 比例好像不是很一样啊。谢谢宝宝夸夸。首先我们可以画一个帽子，小羊的帽子，就是刚才那个公式里面有提到过的。我们画这个毛绒的话，我一般是像这样一个稍微有点斜的这样的一个弧线，这样朝两边散开。我画毛绒一般是这样，给它盖到脑袋上，一个小羊的一个帽子。啊，这里有个角，角的话有没有感觉就是三角形有点像草莓？我们等一下可以给它配色的时候画成草莓。然后耳朵我们画一个毛绒的，或者说可以画一个小翅膀，小翅膀耳朵也很萌。啊，这个是想到的一个，就是有些人会画这种绳子加小球的这种尾巴，我们可以给它画在上面，画一个绳子，蝴蝶结绳子，然后球球。这个的话也是可以稍微往外边飘一下的，这个不算飘吧，球有点重，
应该是甩出去的感觉。然后脸，小这种小玩偶的脸的话，我一般是这样画2个眼睛，然后嘴巴画在眼睛的中间。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容易画萌的一个技巧，就是嘴巴画在眼睛的中间，就不把它往下画。如果往下画，可能有点长脸了。然后我们可以在边上画一个这个格子布的标签，或者碎花的标签。我们画一个花花的扣子，然后加这个格子布吧。然后我们可以画发卡，发箍也可以画。看一下，在这里画一个那种花边的小发箍。然后这个发箍可以连着边上一个蝴蝶结，这蝴蝶结的末端往下。这里的话也可以用那个头发的那种飘起来的感觉。这个的话，我一般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扭曲公式嘛，我一般就是这样画一个三角，然后在下面再接一个三角，只要这个看起来是合理的，就比较接近，这个的话都是可以的。这种只有一个大长条的，我们就给它画一个斜线，这样让它有一点那个褶皱。然后我们想一想还有什么？我们有牛奶盒，牛奶盒可以画在这个边边上。牛奶盒的话就是一个斜的长方形，然后这边是一个三角形，下面一个长方形，这样给它搭过来。然后因为有透视的原因，所以这根线要往里收。这里可以画一个牛奶盒的发饰，然后牛奶有吸管嘛，吸管可以作为一个发卡。它外面这一层是那个没有撕的胶。这个牛奶盒我们可以给它装饰一下，比如说写个 milk，或者说画一个草莓，可以在这里画一个立体的草莓，也很萌。然后我们这边也可以再加东西，我们先把下面的画了吧。这个脖子有点粗啊，往里边收一点，画一个花边项圈吧。我们就想到什么画什么。第一节课，总之先爽一下。然后草莓挂件，这种衬衫的话，还有一个标配，就是这里有个蝴蝶结，是吧？蝴蝶结就是一个正方形，然后两边是梯形，然后用刚才那个褶皱这样的一个褶皱给它画上去。如果你想好看一点的话，可以把它延长一点，就画成这个的卷的那种。
大概就是也是把它画成弯的。然后的话，大家有没有看到这种田园风的花边？那叫啥？就它的这个花边领子，这里这些地方它会有一点小刺绣，非常的萌。我们画一个那种风铃草的，这个给它画上去，也是比较的田园感。让我们另一边可以给它画小雏菊，让它有个不对称的感觉。呃，然后这个最经典的来了是吧？我最经典的就是这种背带，然后找一边画蝴蝶结，这样零成本的装饰。这个的话，我们就只画那个蝴蝶结的一边，因为另一边挡住了。然后挡住的这边可以飘一个带子过来，然后另一边的带子我们可以给它画一个花花的那种，这种花边。然后如果有看不清的东西，你可以在这里给它勾一下边。好，然后我们再往下，可以画什么呢？我们可以画一个，这里可以有个玩偶是吧？首先，或者说这里可以平铺一个牛奶盒，作为一个包包。画牛奶盒吧。把这个牛奶盒的边边画成花边的，让它看起来更像布料一点。下面这里画成格子，然后牛奶的标签写个 milk，这里可以给它画成波点。然后是一个，有一些人他会画这个，留下来的像牛奶一样的东西嘛，我们可以给它简化成一个，这是口袋吗？是的，是的。我们可以把那个流下来的水简化成一个波浪线，然后留下的水滴我们就给它弄成那个小小的挂件，这样子。然后因为这个是新出现的一片布料，所以我们给它把褶皱画上去。这些不是很飘的，可以给它飘一下。然后这里可以画一个就比较万能的一个小标签，万能小标签是什么？就一横，然后加一个长方形。这个的话，你可以画成名片，或者说一些比如说学生证啊，什么一些明信片之类的东西，这可以给它挂一个小东西。这个的话，我是准备把它画成一个草莓色的一个小标签。然后
这个袖子上的话，一般最简单的就是扎花边嘛。你可以扎在这个围裙上，扎一个这样的小花边，或者说这个袖子上也可以画一个口袋。你可以画一个这样的一个有点草莓感觉的口袋。看一下，画一个小口袋吧。这个地方也可以画一点花边。然后是袖口也可以画蝴蝶结。可以看到我们就上面有很多东西了。然后可以看到这里还有点空，还有这个地方。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画一个草莓花束。我们先画这个这个5瓣的小草莓花。如果不太会画的话，可以先画一个圆，然后在它的基础上去画这个5瓣，然后画这个3个波浪的这样一个小叶子。下面的话可以挂一个草莓，另一边可以挂一个横截面。如果上面你还觉得空的话，可以给它打一个叉叉。好，然后下面感觉空的话，最简单的就是画这个花边，我们可以给它画一个。然后这里给它加一个蝴蝶结，然后吊一些小绑带下来。感觉不太好画的话，这个可以不画。然后可以从后面吊下来。OK，我们再看一下，然后腿上也没有什么东西，我们就用这腿套吧。等一下把这个小袜子擦掉，也是用刚才说的那个画毛绒的方法。这种比较蓬的话，也可以直接就用这种比较正的小波浪。然后给它画一个腿环，接上这里。边上的话，这最简单的就是画蝴蝶结。这里画一个小贴布，可以画点草莓，然后下面也有点小扣子。这边可以有一个蝴蝶结腿环。手上的话，我们可以画一点小戒指、小花戒指、蝴蝶结戒指。然后这个地方的话，最简单的也是画蝴蝶结，我们就简单一点吧，就画蝴蝶结。
或者说画一些别的小物给它挡一下也是可以的。好，我们的东西就比较的多了。鞋子的话，把这里给它改成格子吧。这里打个蝴蝶结。一般来说，就是小屋画完之后，感觉擦东西的话，最简单的就是打蝴蝶结了。欧克就差不多这样，然后我们可以看哪些不太对的地方，可以液化一下。我感觉还好的话，我们就调一下每一层的不透明度。这里再打个十字吧。我们调整每一层的这个不透明度，把它拉到就是你可以看每一层都看清楚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把那个被覆盖掉的都给它擦一下，比如说身体的部分已经被那个衣服盖完了，所以我们给它擦一下。这个课堂是几点下课？我们10点下吧。第一节课东西有点多，然后等一下我们配个色就可以火速下课了。然后小物遮到的衣服，一般草稿课会就是上的久一点，因为有很多就小物构思之类的会讲的多一些。不勾线嘛，下一节勾线哦。下一节是勾线和铺底色，然后第3节是细化。每节都是10点下课吗？不一定。就是勾线之类那些的话，如果我画的太久了，我会就提前下课，然后自己去就大家私下铺色。我一般是那个9点半下课，就1期的时候，然后草稿课和那个作业课会上的久一些。是的，因为1期的宝宝就是觉得，就多讲一点，可以看回放慢慢消化，所以当时都是往多一点来讲的。素材库有没有整理的这些？有的，有的。我上完课再发给大家，因为这个是，里面有我自己给自己画的一个小例图，所以就是先发给大家的话，大家就有点剧透了我。我就后面再发。好，然后把这些全部整理完之后，我们就合并了。
然后我发的是我自己看的一个小教案，就是里面可能会有下期课的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可能有一点点乱。有的宝宝大大的有。然后我们把这个点上面这个小魔棒，点色相饱和度，把饱和度拉到最低。好，这样我们就方便上色。然后把这个图层模式改成正片叠底。我们点这个 n 就是一个 normal 正常嘛，我们给它改成正片叠底。这样的话，我们在下面上色的时候，线稿也是会跟着变一点点颜色的，就不会上面也是灰色的感觉。好，我们要在这个草稿的下面的图层上色哦，然后记得改成正片叠底。这里的话有用到一个参考颜色的参考。这里的话我就直接讲这个参考图的方法吧，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我整理到文档里面了。就后面的课有时间的话，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好，这个参考可以看到它有一些什么，它有个红色，有深粉，有浅粉，然后有这样一个雏菊的绿色。我为什么找这个呢？因为我个人就这里画了雏菊嘛，然后它本身是一个草莓的，所以感觉颜色比较接近。我们就根据这个把它整理出来。如果你不知道就怎么看着选颜色的话，可以直接吸色。吸色的话，快捷键我好像调过，和宝宝们不一样，这个就不讲了。一般吸色了之后，需要往左上角调一下，因为这吸出来的颜色它可能是有点灰的，有点发黑，有点灰，所以我们往左上调一下。它还有一个深粉。然后绿色的话，绿色我就直接讲我自己的吧。绿色一般是一个阳光下的黄绿色，黄色的右边一点点，然后大概在这个位置。这个黄绿比较常用，然后是阴影里面的一个偏蓝的绿色，大概在这个位置，靠蓝一点点。这个是一个一般作为阴影的。好像也不是一般作为阴影吧，阴影我一般还要再深一点。反正这几个都是我比较常用的。然后是找一个白色，因为我们整体都是一个比较粉的颜色了，所以我们选择一个米白色作为我们的白色。不然的话，我们的白色和这个粉色太接近了，看起来就会很死板。我们先把这个白色的部分上去，米白色。也可以先上一下肤色。肤色我一般是在这个橙色偏左一点点，然后往右拉一丢丢。这个有点太粉了，我们就往橙色拉一点，把这个皮肤涂一下。然后这个米白色感觉有点太黄了，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再调整。一般的话，衬衫给它画白色是最简单的，然后裙子给它画一个颜色。这个我看一下，
其实我感觉粉色的话，就有一丢丢偏紫的地方是会好画一点的，因为这种红的颜色容易画成肉粉。我们等一下，我先画上去，等一下可能会改一下色相，先把这个区域给分好吧。然后蝴蝶结一般也是主色调的，头发我们画个粉色吧，找一个嫩一点的。这个有点樱花粉的感觉。好，然后我们看一下绿色加到哪儿了。绿色的话，我上色的一个很无脑的方式就是小物是什么颜色我就上什么颜色，所以这个很多草莓的这个地方，它往上的话，这个蝴蝶结就比较像它的那个枝干，所以给它上一个绿色。然后草莓是红的嘛，直接给它上红的，这有点太荧光了，往左调一点。草莓的横截面中间是有一点白的，我们就用这个红色慢慢往左推，画一个小渐变，然后用白色给它画中间。好，然后这里还有个小草莓，感觉肉粉好像是不是有一点那个啥？我调一下吧。这个是色相往紫的那边拉了一点。好，然后我们继续看这个头上小羊是白的，是白的也可以直接不画了。口袋可以给它先拿白色铺一下，喝口水。好，继续。然后还有花边也是最标准的白色的，一般来说都是白色的。边上的话，我们选一个绿色吧，这个蝴蝶结。为什么选绿色呢？因为我在想这个，大家有见过草莓花吗？它中间好像是有一点黄色的。黄色，我一般选的是这个偏橙的黄色，我不要选那个偏绿的，会有点荧光。我们画在这个中间的小丝带上，这样是不是有点草莓花的感觉？就是那种比较抽象的，有它的颜色的感觉。然后牛奶，
牛奶盒的话，我们上面画波点吧，然后边上可以画绿色的。这里可以画一个小草莓。然后吸管我们画一个那种很普通的条纹吸管，斜条纹的。然后把眼睛也给画一下。眼睛的话，就可以画成绿睫毛。绿睫毛的话，你可以把眼睛画成粉的，有一种草莓的感觉。如果你要再特殊一点的话，可以画成白瞳加这个黄的高光，就有一点那种花花的感觉，草莓花的感觉。就这个的话，看起来比较特殊。这的话看自己的喜好了。然后边上这个丝带，我们也是画一个深色的绿色，因为我们一般会就还是会画一点深色上去嘛，深色不太好画，所以我们就找这种很细的线条去给它画成深色，这样是很难出错的。可以给它打个腮红，给这个小羊，然后把它的脚画成一个草莓的感觉。边上的蝴蝶结我们画黄色，这个花花的花心也画一下黄色，这个风铃草涂一下绿色，草莓盖盖涂一下，然后是小雏菊的中间黄的，然后下面的带子，我们最好配的就是白色了，什么都可以搭。然后我刚才不是调了一下色轮吗？我是往粉色调了一下，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在粉色上面会有一点小突兀的感觉。好，然后这个名牌给它画成一个草莓色的吧。是一个小口袋，这里画一个波点，向上。然后蝴蝶结一般就会都画一个颜色，这样比较的好配。这一圈可以用浅一点的。
好，然后再想想下面花边，给它画成白的。然后内部这是裙底，不是花边的部分，给它填充一下。下面的话也是用一个深色吧，这可以给它画的没那么有颜色一点，因为感觉腿上套一个深色的、深绿色的，是不是有点奇怪？好像没有见过这种，其实应该也行啦。好，这里有一个小贴布，然后下面我们就画这个绿的、粉的、黄的。这个的话，我想是分别对应它的叶子、果实和花，反正就是这几个颜色来回配啦。这里画绿粉，上面这里的话，我想的是它的草莓的一些不同形态。我们等一下在最上面的涂层拿那个空心笔来画。然后鞋子的话，我一般画这个棕色，就暖色的画的话，我就画棕色鞋子；如果是冷色的，我就画那个藏青色那边的鞋子。这里我画一个棕色的，看一下要不要偏粉一点，朝主色调一点。一般的话，棕色我就在这个橙色往这个方向拿来画。然后这个挡板随便画个颜色吧。这里，这样看这个还是画白色比较好，不然和头发粘一起了。我们把这些基本上的颜色弄好之后，这里还有一个，我们就在最上面新建一个图层，用这个空心笔的自动描边，我们可以把一些细节给画一下。比如说刚才想的，这个小坠子，我们给它画成那个草莓的不同时期的形态。首先，它是开花的时候，然后它结成一个绿色草莓的时候，然后结成一个粉色的时候，是一个红色的时候。下面可以给它挂一个小蝴蝶结，假装是叶子。然后这个花边的话，我们可以拿空心笔给它画这个十字花，给它有点小装饰。我看一下还有什么可以加一点的。哦，没有画篮子，我直接拿空心笔给它画一个吧。对，这里有一个篮子。篮子里面的话，可以用那个动起来的公式，就是里面可以画一个小羊。和这个东西和这个篮子互动一下。
啊，当然这个如果感觉太多了，可以就少画点。我们作业还是就觉得跟不上，可以就是画简单一点，然后画几片叶子上去。这底部的边边，我们可以给它做一个绿渐变。然后最后的话，我们就是拿空心笔给它画一点背景的草稿了。这个可以直接狂草，我们画那个线稿的时候再给它做一个细化。我们背景就直接画这个小雏菊吧。小雏菊我记得叶子是这样，三个水滴状的。我们就这样给它画一点，然后等一下拼起来，拿这个它的茎给它拼起来。这个的话，我们就是稍微给它知道我们该画在哪个范围就好。然后拿白色画那个花花，白色画花的话就是直接画5个圆嘛，这样画5个圈圈转一下。好，然后我现在一般还会画一个小拟兽，就给它搞成一个瘦瘦的形态，就画一个椭圆，把它的耳朵加上去，这是它脚。耳朵我们可以画一个草莓耳朵，然后画这个4个圈圈，代表它的手和脚在哪儿。啊，深色给它画一下眼睛，给它画一个蝴蝶结，画一个草莓花的尾巴。我去，刚才电脑黑屏了，有的，但是这个空心笔是我随便下的一个别人的，这个不是自己做的哈。就当时抖音很火的时候找的一个画手下的。我刚才分享的那个里面是有的，可以给他画一个小眉毛。然后我一般会画一个小翅膀，因为它需要飘在天上，一般会画一个小翅膀。还要给它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放一下，然后边上的话可以画一点小物，或者说直接蝴蝶结完事。我们直接搞一个蝴蝶结吧，在一个边上啊。但是我画背景这些都是要勾线的，就感觉太麻烦的话，就直接用空心笔画了完事儿吧。主要是我希望我自己的那个线条统一一点，所以我会把这些勾一下。可以画一点小点点。
哦，以及大家配色的时候，有些时候觉得不好看，你可以把这个线条给关掉，看看是不是颜色是不是正常的。比如说这里就有一点太和边上接近，所以画成白花边得了。我们可以把这个线关掉来观察。思考一下，烧烤一下。就这样吧，应该就没有什么东西了。也是非常草，大家可以就是按那个小公式去画一下，这自己想到的一些小物。然后宝宝们还有什么问题吗？或者说有没有发现我哪里没有画完的地方？这的话是一个草稿，然后下一节是线稿和底色。有问题的话可以打在公屏上，我可以讲一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就下课啦。我先去把这个文件分享一下吧。对小物的灵活应用还是有点太刻板印象了，没有关系的。有刻板印象，怎么说呢？有刻板印象，其实也是说明了，就是你是有一个公式的，就是，嗯。如果你没有公式的话，纯靠想象是很累的。然后我也是把我想的一些东西整理出了一个公式，然后后面才画的快一点，要不然纯靠想是会画的很累的。所以刻板印象不一定是坏事，我个人感觉。然后灵活应用的话，我在我的这个知识点里面有讲一些，我个人用的一些方法，宝宝可以看一下。就是这节课没有讲到的也有，这是就是下面几节会用的，比如那个联想之类的。把这个投屏改一下吧。比如说这个元素联想，然后还有一些，这看到什么画什么也是我才悟到的一个东西，就是有空的话，还有时间可以看看。人体怎么画比例不容易崩？设计人物的素材一定要有关联性吗？最好有一点关联性，但是就是它完全没有关联的话，你可以把它设计成就元素 A 有元素 B 的一个特征。这个我也是想了一个方法，但是我没有写在文档里面，等我就细琢磨一下再就是添加上去发给大家。人体怎么画比例不容易崩？这个的话，就是我在火柴人上面写的一些小标注。我看一下，可以看一下这个，我都写在文档里面了。就是这个
胳膊在这个腰上啊，然后齿前在大腿根，这个的话是一个比例，但是如果就是你整个的那个，就可能不太能理解这个的话，你可以，我这个火柴人你是可以去描一下这个，整个的。你可以在我的那个画上，就示范上，把他的头是哪个部位，然后肩在哪里，胯在哪里，腿在哪里，给他打一个那种像身高尺一样的东西，然后在这个像小时候写田字格一样去画在上面。我看一下能不能在这个上面弄一下。我截图的时候大家能看到吗？OK OK，哦，我发不出来，那我重新那个一下。就是你可以把这个头顶在哪里，然后下巴在哪里，肩在哪里，然后这个给它标一个横线过来，然后在这里你就当成那个英语本一样去画在上面，这样的话就不容易出错。当然你不要在我的这个火柴人上面那个哈，因为我火柴人也不太标准，我是后面就边画边改的，你可以看一下，就是后期的示范拿来就是画一下这个，身高尺的这种线，这个就最简单的不容易崩的一个方法，然后就是画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个准则。就是我个人就是光，就最重视的几个这个比例吧。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从胳膊这里，胳膊有多长，从腰推出胳膊有多长，然后从胳膊推出我的腿应该有多长。我一般是这样去画的。还有什么问题吗？有一些的话是可以，就是在作业课的时候是会讲到的，所以不用担心就是画的不好看。作业课的时候都是会改到的，就是能画出来都是很厉害了。啊，没有新的问题的话，那我就下课了。好的好的，有不太理解的地方也可以小窗我，有空的话我会回的。那我们就下课啦，拜拜拜拜。